50%的新生儿，都是我们接生的。所以开一次手术实际上就有一条命。42度高温的，然后累得晕倒了。守护着的这些老百姓的是我们中国医生。我觉得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真的太神圣了。开中国汽车穿越非洲一直以来是我的一个梦想，而今年我把它付诸于行动了。10月，我把一辆中国的蓝牌汽车从西班牙送上了开往非洲的轮渡。抵达摩洛哥后，我们先后拜访了电影中的城市卡萨布兰卡、舌尖上的首都拉巴特、千年古城菲斯，然后穿行了600多公里的干旱公路，来到了撒哈拉大沙漠。在这里感受了博尔人的热情，同时也体会到了沙漠的无情，但却在一个沙漠的小村里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这里有很多孩子的出生和生命的挽回是出自于我们中国人的帮助。这到底又是怎么的一回事？在中国呢，还有一个名字叫猫眼，它现在是对的 Hero。大家好，这是我们开着中国汽车穿越非洲的第4站撒哈拉沙漠。在这里干旱贫瘠，物资短缺，但是却听说它有着来自于我们中国援助的医疗队，在这里救死扶伤。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疗队的驻地。我一直好奇，他们到底在非洲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进去之前啊，我们必须穿上防护服，然后再戴上口罩。好，我们已经变装完毕了啊！现在我们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Let's go。你们知道，在非洲能看到我们中国的医疗队，心里是有多激动吗？中国医疗队公寓，哇，这是他们的驻地。对，在我身边的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上海的医生，您怎么称呼？我姓范。据范医生所说啊，就是说在这里医生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上海的主刀外科医生，是不是？因为非洲更需要我们的外科医生。专科医生在他们这里叫专科医生啊。我看到这个墙上，这都是吧？对，这是我们一队一共12个队员。这是我们的队长江队，他是外科医生。这我们3个都是妇产科医生。妇产科医生，这个也是外科医生。然后麻醉师，骨科医生、眼科医生、心内科医生、耳鼻喉医生、大厨，还有一个翻译。哇，我们的这个团队非常的棒，非常的全面啊！我来这儿的时候，我这个听说啊，说咱们这个地方说1/3的新生儿都是由咱们中国医生给接生的。实际上是几乎是过半，就是几乎过半。我们在这里一共是3个魔方的医生，然后我们3个中方的医生。就是我们是轮流值班的，基本上他们这50%的新生儿，都是我们接生。你知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这个地区，在撒哈拉沙漠，在生命最艰难的地方，有超过1半以上的新生生命是通过我们中国医生的双手诞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在我们借宿的小村子中，无意间与一位村民聊天，惊奇地发现他的孩子竟然是我们中国人帮着接生的。我们在来的路上呢，然后在村子里听到了一个故事，是一个大姐给我们讲述的。她怀孕了，然后是难产。当送到医院之后呢，他们根本找不到大夫。当天是一个摩洛哥的医生值班，然后病患非常的多，根本忙不过来，看都看不过来。她的羊水眼看就要流干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他们给我们中国医生打通了电话。但是我们中国医生也是刚刚下了一个24小时的大班，刚回到家里，连一口热乎的饭还没有吃上。听到这个消息，他真的是毫不犹豫，立刻换上衣服，第一时间冲进了手术室，这才救下了他们母子的性命。我们这里这3间沙龙是我们队员住的，那边有2个沙龙是队员住的。然后这是我们的厨房我们的厨房。我回国了，回国了。我觉得今天意义不一样，回家的感觉啊。我觉得有点意义非凡。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踏上这个旅途的，特别是踏上非洲、穿越非洲的这趟旅途，这个心情是沉重的，是激动的，也是紧张，也有一些害怕的。
但当我走到这儿的时候啊，很亲切吧？很亲切，像家一样。因为在非洲，我最怕的就是得病，一旦出现问题，我很担心非洲它的医疗设施会跟不上。但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大夫，我真的觉得心情就是不一样，特别有安全感。哎，我很好奇，咱们这撒哈拉这个资源这么匮乏，咱们平时都吃什么呀？哇，你看他们这个锅，我们大用的是当地的这个，嘿，中国的铁锅，中国的铁锅。太棒太棒！我们这几天感受啊特别深刻，就是在这个撒哈拉沙漠里边，它的整个的物资太缺乏了，蔬菜5、6种。没有，我们几乎也是吃不到蔬菜的，也是吃不到蔬菜。对，绿叶菜是几乎吃不到的。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艰苦，在这种物资比较匮乏，我们自身的营养都跟不上的情况下，而且医生们的、我们大夫们的这个肩膀的重任还是比较沉重的。哦，房间，我们看到。好呀，贴着福字呢啊。哇，就是中国元素，满满的中国元素才能。这是我的卧室有点乱，因为没什么，我觉得非常好。哇塞，这真的，这我觉得挺好，这不是您一点都不乱啊，一点都不乱，很整洁，很整洁。有点乱，最近因为收拾东西都准备回国了。对，哎呦，我觉得真的啊，就一个小床，完了弄一个，那个啊，夏天蚊子很多的，没有蚊帐的时候咬得我满腿是包，后来就把蚊帐装上。这蚊帐也是从中国带来的，蚊帐从中国带来的。对，这里物资很缺乏的，很多东西都没有的。对，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也是活动室。哦，活动室。专门添置了卡拉 OK 的设备，然后平时开会也会在这里开，然后也会在这下棋。哦，真挺好。我想知道，咱们大夫啊，平时在医院里工作要工作多少小时？我们像我们妇产科医生工作是连续工作24个小时。连续工作？连续工作，这一天只有你一个医生，所有的事情都由你自己一个人处理。24个小时啊！24个小时，几乎有时候通宵是没有觉睡的。我最多的时候一天夜里开过8台手术，8个剖宫产。8台手术？就是光夜里不算白天。兄弟们，就是夜班开8个。我真是觉得非常繁忙。这扛得住吗？这您这身体，对我感觉您也是看着很瘦呀。我不瘦还行。对，因为这熬夜，我觉得啊，你要是熬1天2天，年轻一点你还能扛得住啊。真的，这时间长了，天天24小时这么扛着。那平时您觉得扛不住的时候，您的毅力来自于哪里？我想知道。因为这是医生的责任吧，就是医生，就是你进到病房里，病人多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累的，特别是开刀多的时候，就是连续的开，累也感觉不到了，因为一上台就什么都忘了。哎呦，我好想，我要哭，我好想拥抱一下。我觉得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真的太神圣了，就有时候我也会埋怨，sorry。沙漠的生活是我们这种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是无法想象的。除了干旱缺水，最主要的是缺少物资。我们在撒哈拉里只见过6种菜，但大部分都是这种比较少水的蔬菜，比如土豆、胡萝卜、洋葱。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他们经常24个小时的熬夜，身体得多缺水啊！一工作就是2年4年，他们到底是怎么扛下来的？在我身边坐着呢，就是此次元模的这个带队的队长，江队，大家好，江队是非常有经验的队长，他已经是第2次来模的队员。我这已经来了4年了。4年，跟刚才的范医生我们聊了一下，我发现我们不是钱的问题，来这里24小时的上班。对。江大夫，您也要24小时吗？接受？我3天一个值班。3天一个值班，3天24小时。对。那我能冒昧问一下，您今年？我56。哇，56，每3天要熬一次24小时。请问，在屏幕前的你们谁能做到？我们医疗队1年，我们10名专科医生，10名专科医生，我们基本上每年要做2000多台手术。1年2000多台，也就是说只有10名，不是平均1天7、8台。对，这个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有妇产科医生，有外科医生，有骨科医生，有眼科医生，有专科医生。这些呢都是手术科室。所以呢，在这儿呢，实际上像这个医院里面，我们几乎呢，特别是妇产科占了半壁江山。所以呢，我们37年以来，我们这个拉西蒂亚这个地区。几乎是1半的孩子是中国医生出生的，
都是多少年？37年，也就是说37年，我们中国援助摩洛哥已经这个医疗方面已经37年，不是拉希迪亚地，就这个点就37年。其实拉希迪耶呢是摩洛哥撒哈拉省里的省会。当我们出了撒哈拉，第一件事就是补充物资。我们来到了一个蛋糕店，里边有一个大叔跟我说你好，我说哟，我说你会说中文？他说你是中国人？我说对呀。他说你等一等，他就回屋了，从里边拿出了一个小瓶，我定睛一看，啊，这个老板刚才给了我一个这药啊，一直在问我说你有没有这种药？我一看，这是咱们中国的药啊。哎，老板怎么会有中国的药呢？你帮我问一下，他怎么会有中国的药啊？中国医生给他开的啊。你问他是这个，就是在这个镇上的那个中国的医疗队吗？我们中国的医疗队足迹遍布整个撒哈拉地区了，在方圆200公里，200公里之内的，你只要去问中国医疗队，他们知道吗？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所以这个影响力真的是很大很大。当然，我们国家的投入，对这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大，人堆的投入也是相当大。你像这么多人，这么多的费用，甚至我们的每年要提供20万的，每年有20万的就是器械药品，几乎是每年是20万。就我们医疗队就赠送给医院的就要就赠送给医院的，对，就20万，就20万，每年这个然后我们人员的开支真的是不得了。但是像我们这个点对摩洛哥这个当地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为什么？摩洛哥总的来说还是缺医少药，特别是缺医生。而且呢，像撒哈拉沙漠这么偏远的地区，对，他们当地的医生确实都不愿意来。但是守护着的这些老百姓的是我们中国医生。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和当地的老百姓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来摩洛哥已经1个月了，发现这跟我们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在之前我们从网上看到了一些东西，说这摩洛哥人不是很友好，但是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经常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几句中文。当时我就在想，他们到底在哪儿学的中文？你怎么会说中文？什么？爸爸说中国医生在这里工作。有中国医生。中国医生教你的。医生不仅会治病，还会传播中国文化。因为是沙漠，所以呢，它地广人稀，而且是牧民，生活条件相当的比较艰苦，而且呢，这个道路远，很多人一来都是要1天时间的，就是到医院来。他们要路上花1天时间，为什么？他没有汽车的，不是老百姓看，城市里面很多的汽车，但是牧民来说没有汽车，甚至没有毛驴，他走来的，走来，他是在沙漠地区，你戈壁滩走来，看看很近的路，走1天，所以就像在我们青藏高原是像类似的情况，所以这儿的牧民很苦，甚至很多人都是真的是没钱，叫他拿20块钱都没有，20都没有。那么这儿的医疗条件呢，就是很简单的，所以开一次手术实际上就有1条命，因为他们是拖的都是很晚期的在过来。也就是说他们一直扛着。你觉得阑尾炎就是一个小小的阑尾炎，如果你不开的话，这些人基本上都要死。他已经过来的时候已经4、5天了，甚至1个礼拜。那么肚子里都是腹膜炎啊、脓肿啊，都是这样的。如果你单纯用药不开刀的话，真的是死路一条。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我们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很高的，绝大多数的手术呢，真的是救命。可能有些病放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根本扛不下来，但是放在他们博博尔人的身上，凭借着他们身体的强韧程度和我们中国医术的高超，还真的就活下来了。这就让我想到，在撒哈拉里能够生存下来的，无论是人、动物还是植物，真的是不容易。您已经今年56岁了，每3天要玩24个小时，我不确定我能扛住几天，但您却在这一扎4年。我跟江队有一次是连续工作了7天，7天连续工作7天啊，特别热的夏天，这个夏天有42度高温的，然后累得晕倒了，那个没有其他的魔方医生来替代他，然后他休息了2个小时，我又继续去了。哇！
这的，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因为连续值班，就是我只3天值班呢是怎么样的？就1个月呢10天连续值班，身体怎么受得了？你难以想象，因为就好几天没有好好的睡觉，这个是很正常的。3、4天我还撑得住，到了5天、6天以后人特别累。很佩服您，不用这个，非常佩服您。我代表不了摩洛哥人，但是我因为我是一名中国人，对吧？但是我特别觉得我们现在所迎来的这些别人的关注也好，尊重也好，真的是离不开您，对，真的是离不开您和您带领的医疗队的这些作用，真的是。对，真感谢范大夫，感谢江队啊，能这个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医疗队在非洲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我们这个非洲发生了哪些故事。希望咱们回家一路平安，一路顺利。感谢，感谢，好，那我们就走了。再见，再见。